今天啊，我来讲一个一直以来挺想讲的话题——焦虑。有一句玩笑话，这年头谁还不是个神经病啊？这个虽说是玩笑啊，但确实透着现代人那种无助又有点丧的感觉。的确，大环境呢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机勃勃、蒸蒸日上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生活就会少了挺多奔头。虽说躺平呢成了新时代的流行语，但毕竟躺了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账单嘛，该来还得来；彩礼嘛，越来越贵；工资呢却越来越不稳定。想想这些啊，不焦虑也难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有哪些营养素可以帮你找回稳定的情绪。最后我还会介绍一些日常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地方，记得看到最后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vepluscanada.com，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现代人的手机里什么都有，但精神世界里却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烦躁了。据统计呢，全球目前有约3亿人患有焦虑症，相当于每25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焦虑的情况非常严重了。那引人注意的是，从1990年到2019年，受焦虑症影响的人数增加了55%以上。而根据《柳叶刀》杂志的估算，COVID 在全球的大流行使全球焦虑障碍的负担增长了约25.5%。有趣的是，高收入的地区患病率会更高，而在女性和男性之间，女性患焦虑症的可能性会更高。统计上呢，是男性的1.66倍。那像前面说的，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大环境不确定给个人造成的压力，可能是导致焦虑、烦躁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绪问题的罪魁祸首。但这些情绪呢，也可能与我们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素摄入密切相关，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，某些关键营养素如同情绪的调节剂，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。B 族维生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它们在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维持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这就像为神经系统这辆高速列车提供动力的能量助推器。但在 B 族维生素里呢，对情绪很关键的有一个，就是维生素 B6。 今天我们来重点说说维生素 B6 在神经递质的合成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那神经递质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把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大的信息系统，这里面有数千亿个神经细胞，也就是神经元。这些神经元平时是不连通的，但经常会有一些信号需要在它们之间传递。这个时候啊，大脑里就需要一个快递小哥把信息从一个神经元送到另一个神经元，这个快递小哥就是神经递质了。那比较著名的神经递质有血清素，它也被誉为快乐激素，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，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和幸福。还有比较有名的叫多巴胺，这是个奖励信号，可以让我们开心、上瘾、产生动力。像吃甜食啊、运动啊、暴汗，这些都能促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多巴胺。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，在血清素、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产生的过程里，维生素 B6 都像一个不可或缺的老师傅，在神经递质的合成工作当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。那一项研究显示，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6 的时候，血清素的合成会受到显著的抑制，进而增加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风险。这项研究呢，对1200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3年的跟踪调查，发现维生素 B6 摄入不足的人群当中，有23%的人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、烦躁不安等症状，而摄入充足的维生素 B6 的人群当中，这一比例仅为8%。我们生活当中富含维生素 B6 的食物包括鸡肉、鱼肉、香蕉、坚果还有全谷物等等。比如100颗鸡胸肉当中大约含有 0.5 毫克的维生素 B6， 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有约 0.4 毫克的 B6。 除了食物之外，如果你有焦虑或者烦躁的倾向，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选择 B6 含量增加了的维生素 B 族，比如这一款会比普通的维生素 B 族更好的起到改善情绪的作用。镁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，在调节情绪方面发挥着天然镇静剂的作用，它能够影响神经系统的兴奋性，帮助放松肌肉和神经，缓解紧张和焦虑。我们在前面的某期视频里提到过，钙和镁呢是一对相爱相杀的营养素。那在神经系统里，镁可以调节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，从而减少神经细胞的过度兴奋，达到镇静的效果。那一项综述研究显示呢，镁和锌的缺乏与焦虑相关，而每天补充225毫克到400毫克的镁，坚持12周左右，能够缓解抑郁和焦虑的情绪，改善患者的焦虑症状。研究还发现，轻度至重度的情绪障碍人群更能显著受益于镁的补充。那我们生活里包含镁的食物包括深色的绿叶蔬菜，
比如菠菜，另外是坚果，比如杏仁啊、腰果、豆类、全谷物，还有香蕉等。100克杏仁当中含有镁大约270毫克，100克的菠菜当中大约含有80毫克的镁。所以平时生活里注意补充这类的食物，也有助于提振你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另一个频道里的老朋友欧米伽3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鱼油。那在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欧米伽3的功效当中呢，改善情绪就是其中一条。因此，如果你留意观察，很多鱼油产品的包装上会有 mood 的相关字样，也就是情绪。那欧米伽3脂肪酸有点像大脑的情绪润滑剂。我们大脑的细胞膜主要由脂质构成，而欧米伽3脂肪酸是构成细胞膜的重要成分，能够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，使神经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更加顺畅。这个呢，就像给生锈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一样。另外，欧米伽3脂肪酸里的 EPA 还具有抗炎的作用，能够减少大脑内的炎症反应，而炎症与焦虑、抑郁等情绪问题密切相关。一项涉及超过1万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研究显示，摄入充足欧米伽3脂肪酸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比摄入不足的人群降低了 25%。所以日常生活里多补充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深海鱼是非常必要的。那如果是素食人群，也可以多服用亚麻籽、奇亚籽和核桃等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植物，这是一种欧米伽3脂肪酸的前体。虽然在身体内转化为 EPA 和 DHA 的效率一般，但也是一种重要的补充途径。当然了，直接选择高品质的补充剂也是最简单的方法。那在这个营养清单里，还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是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被称为阳光维生素，一方面是因为晒太阳是人体自身合成维生素 D 的最重要途径，另一方面呢，也确实有一层意思，是指维生素 D 在情绪调节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就有点像晒晒太阳能让我们心情愉快一样，维生素 D 也是阳光赋予我们的情绪调节剂。那维生素 D 广泛分布于大脑的各个区域，它能够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，促进血清素和多巴胺等快乐神经递质的产生，同时抑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度分泌。那很多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D 缺乏与抑郁症、焦虑症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有关。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呢，在维生素 D 水平低于正常范围的人群当中，有 32% 的人被诊断为抑郁症或焦虑症，而维生素 D 水平充足的人群，这一比例仅为 12%。此外，补充维生素 D 能够显著改善部分患者的情绪症状，尤其是对那些同时伴有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。维生素 D 从食物当中获取的效率可不高，所以晒太阳和通过补充剂补充是目前最重要的2个手段。尤其是冬天，我推荐所有年龄的人，无论健康与否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多或少补充一点维生素 D。 顺道说一句，维生素 D 可能也是最便宜的补充剂了，这一瓶60粒合加币还不到5块钱，半杯奶茶都买不到，但对你的健康益处可是好处实在是太多了。现代人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手机上点几下想吃什么，大半夜的都有人给你送到家，但现代人能吃进去的营养却越来越少了。毕竟方便的代价是重油、重辣、精加工或者预制菜到处都是，就算没有科技与狠活，过度加工的食物往往会导致营养价值的流失。所以下面我们再来说几个情绪友好型的饮食建议。第一个是食物多样化，没有食材会像复合维生素那样能一次提供你所需要的所有营养，所以尽可能每天摄入不同种类的食物，就算点外卖也记得要雨露均沾，肉菜都要点一点。第二个是注意食物的烹饪方法，比如维生素 C 对热比较敏感，在高于40度的环境下就会逐渐开始失去活性，而在100摄氏度也就是沸腾的情况下，几分钟内就会几乎被全部破坏掉。所以蔬菜最好采用快炒或者生吃沙拉的方式。另外呢，尽量避免油炸食品，因为一些低品质的油，尤其是反复使用的油，像用来炸薯条、炸鸡这种，容易产生反式脂肪，能破坏食物当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也会给你的心血管带来健康的隐患。第三个是减少精制糖，注意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摄入，因为这2样东西非常容易导致血糖的剧烈波动，而血糖过山车式的上升和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定，使人感到烦躁、疲惫，还有注意力不集中。最后记得多喝水，因为脱水会影响认知功能和情绪，所以饮用足够的水，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，也是保持情绪稳定的关键。大多数人的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焦虑、烦躁或注意力涣散，这些都是单纯的心理问题。其实这些情绪上的异常状况更是身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综合反应。那英文里有一句谚语叫 You are what you eat，
翻译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人如其食。通俗一点说，就是饮食决定你是谁。所以通过为我们的身体补充合适的营养，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情绪稳定性，减少焦虑，增强注意力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